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刚好就是有人敲病房的门，他刚好可以应门，这样其实是个弟兄。他说他有从神来的感动，来敲这个病房的门，然后来告诉他耶稣爱他。我姐姐给我打电话，她说爸爸受洗了。我就跟我姐讲，我说你说什么？爸爸受洗？爸爸不是叫你不准受洗吗？你是想受洗想疯了？他在那个房间里头，就是一盏小灯，还有他的床，然后他连起来上厕所，走到一半的时候跌倒了。我的感觉，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我觉得这不是我爸爸应该在的地方。我真的改变了祷告词，我跟神讲说，我是时候的话，你把他接走。那天医院基本上跟我们家讲说大概不会再给我爸爸做任何的treatment，就是给他止痛剂。那个是不是就相当于说让他最后面的日子舒服一点？对，就是比较有点安宁照顾，可是就是你是回家这样子。其实我爸爸连我们每次打电话回去给他的时候，他根本基本上不接电话的。可是我也可以去了解啦，因为食道癌到末期的时候，他其实是不能吞咽的。我常常在想说不能喝水是什么光景，这是真的很可怕的事情。而且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都会跟他讲说，哦，你可以试试看啊，你可以先把它含在嘴里吐掉啊，或者就是吃点东西，就是在嘴巴沾个味道吐掉啊。可是我爸都没做。我是觉得那种对人生的失望啊，还有一些真的是蛮可怕的。那所以那时候我们跟他讲电话的时候，他都是他没有跟我们讲一些什么话。所以那天很特别，那天我也是就是跟往常一样，我又打电话到医院去，然后是我妈妈接的电话。可是在那个时间点，我爸爸就抢电话。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可是我爸爸在电话里头就一直讲了一句话，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今天有人来看我然后我说哦，然后他说他比我更惨。我那时候听不懂他在讲什么话，我只是哦。就那天晚上刚好我姐姐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姐姐就跟我讲说，她说爸爸受洗了。我就跟我姐讲，我说你说什么？爸爸受洗？爸爸不是叫你不准受洗吗？对象搞错了，听起来像。对，我想说你在讲什么？我甚至跟我姐讲说你是想受洗想疯了，因为我们前2天还一直在想怎么办，我们就说只能够跟神祷告，然后为什么会变成爸爸受洗？后来我才知道，我姐姐告诉我，在那年的9月15号，很特别的日子，就是我很喜欢跟别人讲说那个日子叫做天使的到来。那个时间点，我妈妈她到医院的厨房去热东西或者收拾东西，然后刚好那天是我爸爸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刚好就是有人敲病房的门，所以他刚好可以就进门这样，要不然一般他不会去开门的。他就跟那个人讲说你找谁呀？然后那个其实是个弟兄，然后他就跟我爸爸讲，他说他有从神来的感动，来敲这个病房的门，然后来告诉他耶稣爱他。对，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让他进了房间，这个病人就开始跟我爸爸讲，然后我爸爸也很好奇。他其实43岁，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来医院做化疗，那他没有人陪，然后他就跟我爸爸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他就告诉我爸爸说，他自己的爸爸妈妈很早就过世，他跟他太太2个，然后就有3个小孩，一个1岁，一个3岁，一个5岁。然后我爸就说，哦，那所以你太太必须要在家里照顾这些小孩，因为这么小嘛，所以不能陪你来医院做化疗。然后他跟我爸爸说不是，他说其实我太太是个洗肾的病人，她1个礼拜要洗3次肾，所以他身体状况很差，所以他不能过来。所以我爸爸听到他跟他分享之后，非常的被 touch 到。所以那天晚上，那个他的那个传道人再去医院的时候，他就跟我爸爸在传福音的时候，到最后他就问我爸爸说耶稣在哪里？然后我爸爸说在他心里头。
对，然后那个传道人也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受洗，他那天晚上就当场做了点水礼。所以就是很特别，我们那个的前2-3天还在想说怎么办，结果真就借这个先生，又是去探访我爸爸，所以后来我们也很高兴，我另外一个姐姐还特别去医院找这个先生，然后本来约好说下一次再回医院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以再碰面。先生一听到说我爸爸受洗也是非常高兴，他还跟我姐讲说，哦，那这个礼拜我要赶快出院，我要去教会做见证给大家听。他还这么讲耶。不过好像下次我姐就找不到那个人了，所以我都觉得天使的到来很特别。今年的年底有再次回到台湾，爸爸是个运动健将，他很早就起床，然后他一定会先去做运动，才回来去做一些 business。可是有一天我就看到那个景象，他在那个房间里头，就是一盏小灯，还有他的床，然后他连起来上厕所走到一半的时候跌倒了。那一天我的感觉我好难过，我觉得这不是我爸爸应该在的地方，我觉得我爸爸应该是在一个属于阳光的地方，一个很大的球场，让他自由的在那边奔跑，不应该是被他局限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房间里头，然后他的身体已经衰败到起来上厕所会跌倒。所以那一次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第一次改我的祷告，我每次都跟神求说你一定要医治他，我祈求那个神迹的发生。可是那一次我真的改变了祷告词，我跟神讲说，如果是时候的话，你把它接走。只是我没有想到，我每次祷告都好快，那个大概不到1个礼拜，我爸爸就走了。时候到了，你希望他走的安稳，神把他带到更好的地方去。对，可是其实跟我其他的一些见证一样，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觉得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事实，可是我们有时候情绪上面跟不上。我本来急着要回去，可是也没有，因为台湾是他们有讲好是哪一天出殡嘛，那其他时间都是在殡仪馆里头，所以如果回去也没有那个急迫性。借这个见证跟大家分享，我避而不谈很多的事情。其实我后来都很后悔啊。我记得我爸爸有一次，他睡醒的时候，他吓了一身汗，我刚好在他旁边。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我在骑摩托车，结果发现后面居然是一个葬仪社，就是我们在台湾就是出殡的时候会有一个葬仪的社的队伍敲敲打打的。他说我居然是那个领头的。回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其实他心里有惧怕，他做那个梦不是偶然的，其实在那个点他其实是很害怕的。然后我爸爸跟我讲，问了我一句，他说你们基督徒说死后去哪里？其实是我爸爸主动问我，可是我不敢讲。那我那时候跟他讲不要啦，爸爸你不要乱想啊，不会啊，这样，我就这样子跟我爸爸讲。可是我真是觉得我那时候应该勇敢的去告诉他，我们基督徒其实死后是有一个盼望的，我们是会在耶稣那里的。可是我不敢讲，我那时候没有那个勇气，我那时候年纪还很年轻，这点是我一直蛮遗憾的。我姐后来是安慰我，她说不会啦，那些女传道应该也有跟她讲。可是我觉得如果能够从我的口里头讲给她听，这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的。然后我那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读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激励。那篇文章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其实我们人呢，就是刚刚受孕的时候，你那个受精卵在子宫里头，在有那个羊水的环境，它其实在里头在那边游来游去，它是很快乐的，因为那个空间很大。可是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那个子宫的那个空间已经没有办法像受精卵那时候在里头悠游自在的游，
然后慢慢的就是太小的就压迫着你的时候，你连转都不能转的时候，是该时候离开这个环境。然后他说，在你离开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那个产道。那个产道是对一个小 baby 来讲，他是要努力的，因为他要爬过那个产道，或者是妈妈要很用力才能够把那个小孩子 push 出去。对小 baby 来讲是一段很惊吓的过程，因为他本来很安稳的在那，可是被挤压的出去。真的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护士还有一些教育的书籍都告诉你说，赶快把小孩抱到妈妈的身边，去听妈妈那个心跳，那小孩子就会比较扩荡，因为比较安全。然后他也用这个例子在比喻，他说我们人生到你老的时候，到你的身体退化了，或者你生病了，那不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事实上你要经历一个死亡的过程。跟我们如果知道天父在上面等我们的话，其实这只是一个过程。对，所以当我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激励，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神也告诉我们，他在那边等我们，那边是一个多美好的一个世界。我们家里，我们几个基督徒，除了传统的仪式，我们还是有做一个追思礼拜，我也在追思礼拜里头分享。后来我哥哥在那时候觉知，只是说后来并没有做继续。那个经历让我看到那一段，真的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对，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这样的鼓励后面还出现了吗？从台湾回来之后，我自己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我还记得那个回来之后的第一天上班，我就从我们家开车子出去，那时候我看到那个天空，那天空是一种浅紫色，对，我很少在凌晨的时候看到，你都黄昏的时候，其实看到有一些 sunset 是各种不同的颜色，可是在凌晨的时候是一个浅紫色，那个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帮我爸爸挑选的那个追思礼拜的那个 program sheet 的背景颜色，然后里头就是神讲的，我先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将来还会来这里接你们。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好像神马上在回应我，那个也是我一个蛮大的鼓励。你到高中的时候只有1年的学琴时间，而且那个基础应该很浅，怎么会有机会用诗歌到病房里给爸爸传福音呢？我其实常常在想说今天我能够有機會真的以詩情來服侍神，真的是我爸爸就是生病的那段時間裡頭，我真的很拼命的在練琴，一直彈詩歌給我爸爸聽，跟他傳福音，然後以詩歌在靈裡頭跟神在溝通。就認識他是青年團契的主席，就跟他講說，其實我好想學彈琴，老師都不要我，然後他就跟我講，他說好，我可以收你當我的學生，然後可是他說，可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以後如果有人找你詩琴，你絕對不可以拒絕。然後我聽了我就覺得很好笑，我都已經被老師 fire 掉，我怎麼可能？然後後來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經歷，我就在那邊爬樓梯走路，突然有一個人進來，他看到我，他就這樣指着我，他就說你，我好像認識你，你是不是我們教會的？然後講完之後，他第二句話就問了我一句，你會不會彈 keyboard？